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土星即将在2025年5月25日进入白羊座，并且会停留到2028年4月13日。土星每次过境都会带来很强烈的感受，未来2年半左右会带来一些洗牌或是某些问题的爆发。在占星学中，土星是最大的凶星，它像一位严厉的老师，要求我们脚踏实地，承担义务。土星可以带来失败、延迟、限制、构建、约束和减速的能量。而白羊座呢，是黄道12宫的起点，象征着行动力、冲劲、个人意志。白羊的能量是我要，是不假思索的前进，以及不等他人许可的行动。那么当土星进入白羊座，这两种力量就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冲动的白羊座会被土星要求踩刹车，而另一方面，土星在白羊座是一个失势的位置。失势的话，就会带来一种被迫和无奈的感觉，并非自由意志。因为土星在白羊发挥不出它的力量，那就会有一种委屈内耗，或者说容易偏激、用力过猛的感觉。所以土星在白羊呢，会带来一种不舒服的能量。它不是一个内外协调的状态，反而会有一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错位感。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土星进入白羊座以后会有哪些新的趋势，以及12星座应该如何度过未来2年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轮土星白羊发生在1996年4月到1998年6月。当时首先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离婚，白羊座呢是我，土星呢是婚姻当中的责任。当时全球最瞩目的皇室婚姻就这样破裂了，那就象征着传统制度在个人意志面前失守。这也说明在2025年这一轮土星白羊的影响下，传统的亲密关系结构也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像是更多人主动结束不合适的关系，追求更真实的自我。那么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结婚也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在上一轮土星白羊期间，世界第一头克隆羊多利诞生了，这象征着白羊座带来的新事物，创造奇迹。而且呢，白羊座刚好对应的是第一只克隆羊，那么土星呢，象征着规则、道德界限，所以在多利羊诞生之后也伴随了很多争议。虽然说生物科技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是克隆技术的道德争议至今仍存。对于2025年这一轮土星白羊来说，像是生育科技、仿生人之类的领域，也可能会面临经验突破和监管压力的双重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那么接下去就是上一轮土星白羊的期间，全球呢也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以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也生效了。像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CW 也在这个期间成立，以及地雷禁止条约在加拿大渥太华签订。那么白羊座呢，象征的就是武器攻击性，而土星呢会带来武器方面的谨慎约束，来避免战火升级，也带来了人道原则。所以当时的国际社会进入主动约束战争的阶段，开始有系统的立法来防止冲动升级。那么人类呢就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快速打击手段的人道代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一轮土星白羊带来熄火的影响，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土星白羊期间却不是如此。再上一轮的土星白羊刚好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中国内地的文革风潮甚至蔓延到了香港，也发生了大量伤亡惨重的斗争。所以土星白羊它到底是越斗越激烈，还是克制冲突，完全取决于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因为土星白羊可以带来2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但是本质呢却是殊途同归。白羊座的冲动、暴力以及挑战权威，和土星的制度、秩序、限制相结合，需要看这2者的力量谁更强大。那么当白羊座力量更强的时候，就会出现权威失控、暴力泛滥。最典型的剧情就类似像是文革、街头暴动还有局部战争。那么当外部大环境的权力基础已经摇摇欲坠，矛盾积压已久，或者在世界格局处于最紧张状态的时候，就可能会带来土星无力压制白羊，而导致冲突外化为武斗、暴力、战争之类的剧情。
那么当土星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就会类似像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重新进入重组期，国际社会呢会倾向于合作还有管理，这样呢就会带来暴力受控、谈判理性方案以及新秩序的建立。最典型的就是核试验条约，带来结构性的重建和规范化。所以土星白羊就是土星和白羊这两股能量在博弈，最后看谁能够管住谁。那对于2025年这一轮土星白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地缘冲突呢在频繁升级，像是俄乌、美中等地区问题。但是未来几年比较乐观的剧情，也可能迎来一轮新的军备监管或者人工智能武器的国际协定尝试。如果是悲观的话，可能就会有压抑已久的区域性问题突然爆发。上一轮土星白羊期间呢，台湾爆发了史上最大的刑案之一白小燕命案，当时这个案情长达7个月之久。土星白羊本身就象征着一种恶性事件，尤其是和社会震荡、集体恐惧相关的暴力行为。那么极端的个体暴力事件呢，有可能会震惊社会，引发对治安、司法、媒体责任的深度讨论。那么在未来2年半，全球范围内呢，可能会有更多突发极端的事件，像是校园暴力、无差别犯罪、极端的个体暴力事件，或者是那种独狼式的报复袭击，可能性都会上升，逼迫社会来正视冲突的根源。那上一轮土星白羊呢，也刚好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时间，白羊座带来一种迅猛变化，那土星呢也会带来资本结构的崩解。如果发生金融风暴，那么按照土星白羊的作风，那么将会是挫伤力惊人、速度迅猛的感觉。土星白羊不一定会带来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局部的不确定性会升高，或者会发生像货币主权、劳资冲突、通货膨胀之类和系统稳定密切相关的这种层面。像是1967年的英镑危机，土星白羊呢可能就会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带来一定的打击，带来货币贬值等等。那么也会引发一些结构性的信心下降，因为土星会让旧的制度崩塌，来重建新的格局。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失业问题，还有劳工制度、罢工潮，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这种愤怒，还有人工智能等新趋势带来的失业潮等等。那么上一轮土星白羊，火星探路者号以及火星车号都成功登上了火星，这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的事件。因为白羊的能量呢，就促使人们想要去征服新世界，但是土星呢会带来一些硬科技的落地，人类呢就开始真正向外太空实操的阶段迈进。我们可以关注接下去像商业航天、像 SpaceX， 还有深空探索、月球基地、AI 导航之类的，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土星白羊期间的先锋课题。接着就是上一轮土星白羊期间，北约呢东扩计划正式启动，土星白羊带来一种主动进攻和结构重塑的感觉，但是在土星的影响下，当时看似是防御性的部署，在30年后呢，演变为了俄乌冲突的一个潜在根源。所以在土星白羊期间，很可能会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起点，或者某个周期的起点。那我们现在正处于未来30年秩序巨变的一个潜伏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策调整、地缘变化，很有可能就是某个全球周期的开端。我们需要留意这些未来历史事件新的草蛇灰线，因为土星不一定在全球结构震荡中带来立马的爆发，但是可能会为下一轮更大的危机带来伏笔。好，回顾完了上一轮土星白羊的历史和对我们这次的借鉴意义，那么接下去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一轮土星白羊可能会出现的剧情。而土星能量的内核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对我们未来2年半会有怎样的启示。首先，社会层面，我们会迎来国际冲突的管控和主权边界的重建。当土星进入白羊座，整个世界都会感受到行动和秩序之间强烈的拉扯。土星呢，想要限制白羊的冲动，这个就说明在武器、主权、边界的议题上面都会成为全球的焦点。那我们可能会看到世界的政治家、企业领导者就容易强调效率还有果断执行力，但是呢，在人群中最突出、最冒进、争做第一的那个人，也可能会带来极大的争议和负面影响，就所谓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接下去带头的人、领军的人物反而会在未来2年半承受最大的压力、诟病和风险。土星白羊期间呢，我们需要避免锋芒毕露，相反闷声发大财才可能明哲保身，反之呢会招来记恨。
那么未来2年半，旧的体系会遭遇冲击，开启新的一轮秩序重建。各国在外交、军备、科技还有企业布局上可能会采取战略收缩还有主动出击的这样一种混合节奏。那别忘了，白羊是由战神火星守护的，而土星带来一种限制和考验。那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会有更多小规模军事、外交或者贸易冲突不断上演的问题，因为各国都会强化边界意识，强调自己的主权、自我防卫。而像网络安全、AI 武器化、国家战略的这种强硬化都会成为新常态。那么在这个周期里面呢，不是简单的战争，而是用秩序来管理冲动。比起爆发全面的战争，更像是不断的去测试红线还有边界的一个时间。在科技层面呢，土星进入白羊的这2年半，将会是技术飞跃还有道德审视并存的时代。那白羊代表的是一种速度和突破，科技呢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爆发，像是人工智能，还有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新能源、生命科学等等，各种未来感会扑面而来。但是呢，土星作为现实的象征，也说明了不是所有突破最后都能够顺利落地。那么这个时间的科技发展有一种起得快倒得也快的节奏感。如果说缺乏长远战略思维和实际的应用基础，那么在风口上飞起来的项目很有可能在风停了以后迅速坠落。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迎来像上一个土星白羊周期中克隆羊多利或者是火星探路者这样的里程碑式的突破。但是与此同时，技术背后的伦理还有法律问题就会浮上水面，比如像是人工智能是否会越界，生物科技会不会威胁到自然伦理，还有类似像信息安全、算法黑箱、AI 军事化等等，谁来画红线？那么这个就是土星的收缩作用，说明接下去各国政府会更谨慎地面对这些新的趋势，有可能会出台更严厉的法规，对新技术进行规范化、框架管理等等。所以科技不只是加速度，也更关乎于人类的责任还有底线的讨论。然后是经济层面呢，我们会迎来快速扩张后的一种结构调整。白羊座本身代表是一种爆发力、机会和风口，那么土星呢就会让投机的泡沫破裂，留下基础建设。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有英镑危机，局部的问题呢就会引发系统性信心崩塌。那在这一轮，我们特别需要警惕某些区域还有领域的高杠杆、高期待出现的一种结构性坍塌。对于企业家还有个人来说，土星白羊也是管理风格和人才结构的一种考验期，因为土星呢会放大长期被压抑的问题，比如说像是青年失业，还有劳工的权益、组织内部的疲劳，还有不满情绪等等。所以管理者呢不能只看数据，还要照料人心，忽略个体福祉的企业可能会在某个节点集体爆雷。所以土星白羊的期间呢，短期的风口不一定能够带来长期的红利，很多看起来光鲜的项目一旦热度过去，就会陷入发展瓶颈，这个正是土星的考验。土星白羊期间最危险的就是游击战的模式，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断的变换策略，因此呢就很容易栽在这种短视当中，看不清方向，随时踩雷。因为土星是讲究战略和规划的，所以我们需要接下去把白羊座的冲动收一收，想一想是否符合整体框架再行动，否则很容易带来失败和停滞。那么接下去2年半呢，我们最好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再切分阶段任务，这样呢就可以整合2种能量，既有短期的动力，又不会走偏了方向，避免了短期风险。可以说这段时间财富流动还有事业发展就好像是一场现实版的龟兔赛跑，跑得快的不一定笑到最后，弯道超车也不一定能够提前抵达终点，相反可能在半路中歇菜了。反而是一开始比较深思熟虑谨慎的才有可能会坚持下去。所以土星白羊呢就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的风口冲昏了头脑，要看清真正的价值才是穿越周期的关键。那么最后在个体层面，土星进入白羊座，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推上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呢必须为我们选择的路承担后果。这段时间我们很可能会经历一种强烈的命运觉醒，你会突然意识到很多身不由己的剧情，比如可能不得不从一段关系中抽身，不得不转行、搬家、改变人生计划，又或者不得不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放下当下的安逸。土星白羊呢不会温柔的给台阶下，它会用现实逼我们来长大。我们会发现很多外界的声音开始变得不重要，
很多人会开始听从内心的决定，哪怕没有掌声，哪怕很孤独。最后我们来聊聊土星进入白羊座后对12星座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次土星的能量很直接，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太阳和上升星座来看，找找哪些领域会被重点点名。首先白羊座，你呢会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成长周期，接下去2年半你会变得更加关注自己，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这当中既有你主动想要改变的部分，也有很多被现实推着走让你不得不改变的地方。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身份的重塑，就好像过去那个自己正在慢慢离开，一个全新的你正要被打造出来，你的责任感也会被唤醒。很多人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能再依赖别人来兜底了，要为自己做的每个选择负责。你会被迫练习自律、自我控制，甚至需要控制冲动，修身养性。说实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被压制住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地做决定，放飞自我，或者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不是坏事，这代表你正在成长。你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也可能会感受到孤独或者不被理解的那种感觉。你的主体意识在增强，会更清楚自己的方向和界限，以及个人能力的瓶颈。那这个也就意味着人际关系还有情感里面会面临一些考验，有时候你必须独自承担某些结果，没有人能帮你扛。土星呢就会逼你直视自己的一些不足，过去可以逃避的问题，现在必须正视和改变。而且你可能会发现，接下来的日子努力比运气更重要。也不要忘了照顾好身体，因为土星会提醒你注意健康、作息还有生活规律。虽然这个阶段不轻松，但是它能够帮你打造接下去坚实的基础。接下去金牛座的朋友，未来2年半呢会是一个挺玄妙但是又很宿命感的时期。很多事情好像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你会发现有些旧事、旧人或者以前没有处理完的问题会突然浮出水面，让你不得不面对。那么这段时间呢特别讲因果，过去种下什么种子，现在就会看到结果。所以如果你之前有一些拖延的没有解决的课题，那么接下去宇宙会安排你去收尾，去面对，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阶段呢其实也很适合你稍微隐退一下，做一点幕后低调的事情，比如说像静心、修行、疗愈自己，或者默默帮助别人，这样反而会有一种内心平静的力量，帮助你度过一段看似低调但实际上意义深远的时期。那对于一些业力课题或者负面的人生经历，宇宙呢也希望你放下、宽恕，这样才能够疗愈，跨出去呢就会海阔天空。不过也需要注意一点，不要因为冲动而做出铤而走险的决定，尤其是像法律灰色地带的问题，很容易被发现或者惩罚。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清理业力的时间，你做的每一件事其实宇宙都在看，所以越纯净越有善意的选择，就越能帮你走出困境，进入一个新的轮回周期。接下去双子座的人群，未来2年半呢，你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朋友圈会大换血。以前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朋友，可能会因为一些突然的事情，让你彻底认清对方的真实面貌。有一些虚假的表面维持的关系，接下去很难再维持下去。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被冷眼旁观的感觉，甚至有一种难以被理解的落差感。那在这个阶段，你会慢慢看清楚，谁是真正能陪你走下去的朋友，谁只是逢场作戏的点头之交。一些过去关系亲密的朋友可能会就此淡出你的生活，也许不是撕破脸，但就是不再来往了。虽然有点孤独感，但是这是一个社交断舍离的过程。你也可能会因此重新审视自己想要交往的人是什么样的，会开始渴望有深度、有价值的友谊，而不是凑热闹的社交。这个时间你可能会觉得拓展新社交圈没有这么容易，尤其是面对一些不熟悉的人，有可能会带来误解或者麻烦，或者是被利用等等，所以别太轻易信任。巨蟹座的人群，未来2年半在事业上，你的责任感会被彻底激发出来。你可能会明显感觉到工作压力变大了，环境呢也不像以前那样顺风顺水了。不管是公司指标变高了，上司要求多了，还是整个行业氛围变得更紧张了，总之那种无法推诿必须扛起来的现实感会特别强烈。那有时候呢可能会让你真的觉得身心俱疲，但是土星不会白白的压制，
他其实希望你通过努力沉淀来巩固你的名誉和社会地位。虽然这个过程不轻松，但是只要扛得住，那未来的回报也会是稳定而持久的。接下去呢，特别需要注意和上司还有公司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不是你个人不努力，而是大环境不好，或者某些决策上的问题会影响到你的发展。甚至有些巨蟹呢，会在这个阶段面临职业的转型，但是好的工作机会也可能迟迟找不到。那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你的韧劲和战略眼光。而且如果你准备创业，土星呢会提醒你不要太急功近利，不要一头热就冲进市场，要看清楚环境是否成熟，是否匹配。如果条件不合适，盲目投入反而容易失败。慢慢打基础，测试市场，稳扎稳打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所以土星带来的2年半不是轻松的上升期，而是沉淀筑牢地基的过程。如果你能够稳住阵脚，不怕苦不怕慢，那么等到土星换座的时候，你的努力会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和稳定的地位。接下去狮子座的人群，这2年半呢，会是你人生方向重新调整的一段关键时期。你可能依然心怀憧憬，但是比起以往会更加谨慎更现实，不那么轻易相信只要想到就能做到。那么在精神层面上，可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以前你信奉的一些理念或者信仰可能会慢慢失效，所以呢，你会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段时间也是学习和求知的重要阶段。很多狮子会有强烈的学习欲望，想要开拓眼界，深入研究某个新领域，但是呢，会感觉到学习压力特别大，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怎么这么难学进去的感觉。不过别着急，土星就是这样，它要你慢慢来，踏实的积累，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是靠灵光一现的好运气。对于还在读书或者准备考试的人群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不轻松。比如像是高考、升学、考研、留学之类的，都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延迟，或者签证申请流程容易被卡住，需要反复修改。但是呢，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突破学业上的瓶颈。土星鼓励你用更成熟和系统的方式来学习知识，就是要去接受不同的文化观点和信仰，来提升自己的包容力和理解力。而且也特别需要注意和法律相关的事情，比如像是移民政策、签证审核，还有一些合同纠纷等问题，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条款，避免粗心大意留下隐患。处女座的人群，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亲密关系有一些距离感，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物质上，好像对方都不太理解你，支持也变少了，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双方的信任基础。如果你正在经历合作关系还有婚姻的分裂，那么财务上面的压力也会接踵而来，比如像是财产分割、补偿金还有债务等等，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吃力。而且这个期间，如果你需要申请贷款、处理银行事务，那么流程可能会被卡住，比如说会拖很久，或者被拒绝等等，所以挺考验耐心的。接下去来自他人的经济支持也不是很稳定，很多事情呢，你只能靠自己支棱起来。部分人还会面临债务的问题，所以现金流比较紧张。所以这个阶段呢，非常不适合乱花钱，入不敷出的问题需要特别小心。反而这是一个适合你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理财投资知识的时间段，比如弄懂你的信用等级，学会精打细算。如果你有做股票、基金或者其他投机性的投资，那么这段时间有可能会遭遇波动，甚至呢会有被套牢或者亏损的风险，所以建议采取比较稳健、长期价值投资的策略。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尤其是财务状况本身就不太好，或者信用等级不高的朋友，或者合作对象。这种好心呢，可能会换来拿不回的现实。那么有一些人也会遭遇法律层面的财务麻烦，比如说像债务的合同有漏洞，被对方钻空子、拖你下水等等。所以跟钱相关的文书和协议务必要看清楚。对于天秤座的人群来说，接下去的重点就落在你们亲密关系的领域，不管是情侣、婚姻还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你最亲近的朋友，接下去的2年半呢，可能会经历一轮现实的考验。原本感情就有裂缝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走到了尽头。比如说有些人会萌生分手或者离婚的念头，因为呢有一些现实问题会浮出水面，不能再去靠感觉来维持关系了。而且土星也不是纯粹的拆解力量，如果你和伴侣的基础够稳，那么这段时间反而能够磨练出更成熟、更牢靠的关系。
对于单身的人群来说，这段时间感情的要求会变高，甚至有一种不是认真的就别来打扰我的感觉，很有可能是伴随现实挑战或者有一定难度的，比如像是异地、经济压力、家庭阻力等等，就很难完美契合你的理想型。有一些人呢，会感受到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催婚压力，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又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课题。那么这段时间你也会被迫学会如何在关系里面找到平衡点，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有时候需要你去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而且呢，也需要注意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人，或者之前就认识的人重新出现，但是呢带来一些情绪和现实层面的困扰，也有可能是合作中某个搭档拖了你的后腿，让你倍感心累。那么天蝎座的人群，你的生活重点会集中在和现实生活绕不开的领域。有一些人呢，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充沛了，特别是一些旧病或者平时不注意的小毛病开始频繁出现，让你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且呢，接下去工作也可能变得比较重复和机械，尤其是你已经比较熟练的技能，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学不到新东西，好像怎么做都只是维持现状，难有突破。那么有些人呢，也可能加班加点，工作比较繁重，或者日常有一些琐事让你觉得压力山大，有很多杂事会一点一点的把你私人时间给吞掉。那么关键是你还得承担一些吃力不讨好的责任，比如说负责某一些重要项目，虽然是锻炼的机会，但是也非常耗时耗力。所以有些人群会重新开始思考职业发展，可能有跳槽或者离职的念头。但是现实层面来说，找新工作也并不轻松，尤其是要符合你心意、待遇又不错的岗位，所以呢，需要更多时间来等待和准备。那对于刚进职场的人来说，这段时间呢，更像是一个打基础的时间，不要急着向上冲，先稳扎稳打，积累经验才是关键。而且工作中也可能遇到和同事之间沟通不畅的情况，所以团队协作方面也需要特别留心，尤其是你自己在带人管理下属的这个部分，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沟通难题。射手座的人群呢，你会感觉到感情和浪漫接下去变得都比较严肃，未来2年半里，你会被迫去认真思考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情感关系。有伴侣的人可能会在现实层面面临选择，比如要不要推进关系，要不要结婚，是不是适合继续走下去。所以感情不再只是甜甜蜜蜜的小情绪，而是要进入一种我们未来能不能一起扛事的阶段了。土星的能量会逼你直面关系中的问题，所以模糊不清的状态就很难再持续下去。而且单身的朋友呢，对爱情的标准会变高，眼光也会变得更现实一些，已经不是那种一眼心动就想要冲动表白的状态了，而是会去衡量对方适不适合长期发展，我们的价值观合不合。所以恋爱的门槛就被提高了，也不太容易被感动到，反而有一种宁缺毋滥的感觉。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遇到不那么合适的桃花，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期，甚至你可能会发现，原来这段感情不只是浪漫，还有一大堆责任。那么另一方面，如果你已经是家长，土星呢也会在育儿方面让你感觉到一些压力，比如像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成长需求，而且花费也可能会增加，需要你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责任。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未来2年半迎来子女的诞生，听起来是好事儿，但是呢，也会带来一种自由被压缩的现实体验，比如说像是要早起、要操心、要规划，所以你的生活节奏也会完全不同了。而且过去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比如像是一些爱好活动，现在可能也会提不起太多兴致，甚至变得有些无聊和重复，没有之前那么让你心动了。土星呢，会让你重新审视，我花时间做这些是不是对我长期目标有帮助。对于像从事艺术创意相关工作的人来说，接下去可能有一段时间灵感是比较重复的，只能靠以前的经验撑场面。摩羯座的人群，接下去呢，你会发现家这个主题变得特别重要。未来2年半，你可能需要面对一些现实层面的家庭问题，像是搬家、装修、换房等计划，也可能会有一种怎么这么不顺的感觉。但是好事多磨，有时候呢，事进展很缓慢，甚至反复推迟。有些人可能遇到房屋维修的问题，住的不是太舒服，房东很难沟通，
或者是租的房子环境比较差，距离远等等。总之就是房屋这件事变得有些难搞，需要你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另一方面呢，接下去你跟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需要注意。有些人呢会被迫承担很多家庭责任，比如说要照顾年迈的长辈，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甚至需要面对家人的健康问题和经济压力。有些摩羯可能会深刻地体会到家不是避风港，而是需要你共同撑起来的那种责任感。那原生家庭的影响也会接下去强烈浮现出来，比如像是童年留下的一些创伤，互动模式可能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逼你去正视、理解，逐渐摆脱这些影响。而且土星也会带来一种特别强烈的安全感需求，让你渴望安定，想要找一个彼此能够照顾、真正落地的关系。有些人呢可能会计划结婚、组建家庭，或者希望和伴侣一起建立稳定的生活，但是同样也需要面对现实的挑战，比如像是双方的经济基础，还有家庭的认同感、责任分担等问题，都需要一一面对。那在不动产方面，比如像是买房卖房，也不太容易顺利推进，因为接下去的交易可能会因为外部的环境延迟，谈不拢价格或者流程卡顿等等。你也可能会有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窝的焦虑感。但是土星不会不给你结果，它只是希望你慢慢来，扎扎实实，不要急于求成。水瓶座的人群，你可能会明显感觉到学习和沟通上的压力升级了。以前靠直觉、靠经验、靠灵机一动凑合过关的地方，现在突然行不通了。土星呢，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会逼着你回归基础，打牢底子。你可能会有一些知识上的瓶颈，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知识体系已经跟不上现实需求了，需要拓展新的领域，补上短板，而且可能会感觉要学的新东西有一大堆，反而有些压力山大。尤其是跨行业发展的人会特别有感，比如说需要开始学习新的专业技能，接触全新的合作模式，甚至参与跨界项目。那这些呢，都需要你花时间适应，要学会新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个过程说实话不会轻松，也不会快，但是呢，土星讲究的是熟能生巧，所以它其实鼓励你慢慢的去打基础，哪怕一开始接触新领域会很吃力，但是坚持下去就是成长。对于学生来说，这段时间课业压力会变得很真实，比如像课程难度会明显提升，接下去呢，时间安排会更紧凑，也有可能会参加一些重要的考试或者资格认证。那么这个时候靠临时抱佛脚就会不太管用，需要靠你平时扎实的知识点才能稳住成绩。而且在人际沟通上，土星也会带来一些考验，你可能会发现原本很轻松的交流突然变得卡顿，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和矛盾，尤其是像家庭之间，还有邻里关系，或者是一些日常沟通里更容易发生这种状况。所以需要你在说话表达上更谨慎、耐心，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合作伙伴、日常沟通中容易发生这种状况。所以需要你在说话和表达上更加谨慎耐心，别一冲动就说错了话，也需要避免在新资讯面前太武断，保持开放的心态会帮助你少走很多弯路。而且也要注意在旅行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最后，双鱼座的人群，在土星进入白羊座之后，你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钱变得不好赚了，可能以前随便就有进账，那么现在你就会发现赚钱的渠道变少了，或者赚钱变得更辛苦、更慢。同时呢，支出也可能莫名增加，一些逃不开的责任，比如像是家庭支出、生活成本、债务压力等等。所以未来2年半，你需要特别注意控制生活中固定成本，而且会明显感觉到荷包收紧，有点入不敷出的压力感。土星本身就是来整顿和修正的，所以它要求我们在财务上更加谨慎。那么未来2年半不太适合投机冒险，比如像是炒短线、追风口之类的项目，反而容易翻车。其实接下去鼓励你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理财方式，比如做预算、控制消费、设立储蓄目标，哪怕每个月只存一点点，也是在慢慢筑建你的安全堡垒。而且这个阶段也特别需要提醒你保护好自己的财物，小心遗失或者意外的损失，像是一些贵重物品、钱包丢失之类的问题，有可能会不请自来。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可能在动荡，像是市场的收缩、通胀压力、政策变动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和财富状态。那么未来2年半是现实给你的一堂金钱必修课。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会变得更加理性，开始思考如何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有些人会因此建立起更健康的金钱观，比如不再透支，不再乱花，不再盲目攀比，而是慢慢培养起过得去又守得住的安全感。所以接下去就很适合你去追求物质的稳定性，而不是盲目的扩张。在土星的影响下，只要有长期规划，那么你就会拥有比以前更扎实的物质基础。好了，以上就是这次土星进入白羊座的分析。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收到接下去的更新。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感受、经历，或者土星有没有带给你什么特别共鸣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分享。我们下期再见。